大家好，我是电影迷小雅，今天继续和大家分享《行尸走肉11季》第19集。上集说到，麦克斯利用录音彻底粉碎联邦为民众编织的美梦。兰斯虽然身陷囹圄，但他的两个嫡系手下希拉与罗德却在联邦建立当天制造一场丧尸混乱，最终太子爷谋害麦克斯不成，反而命丧于丧尸之口。痛失爱子，领袖帕梅拉会有哪些行动？联盟成员又会遭遇什么呢？话不多说，开始今天的故事。庆典现场持续失控中，尤金和麦克斯不小心被人群冲散。慌乱中，尤金把一个陌生女人认错成了麦克斯，对方一眼认出尤金就是刚才放录音的人，大喊着他是杀死塞巴斯蒂安的凶手。尤金一心想找麦克斯，完全不顾自己的安危，要不是达里尔及时出现，尤金搞不好就要被抓。停尸房内，塞巴斯蒂安的尸体安静地躺在那里，担心尸变，他的手脚都被牢牢绑住。这次出现的丧尸规模并不大，想必已经被墨色清除。帕梅拉声称塞巴斯蒂安身上确实存在不少问题，可作为母亲只想帮助自己的儿子，可惜现在已经没有机会。帕梅拉大致猜到偷偷录音的人正是麦克斯，刚才的一番话只是想告诉墨色，母亲帮助儿子天经地义，你作为哥哥怎么能不帮妹妹呢？帕梅拉的意图很明确，要借墨色之手铲除尤金。至于始作俑者麦克斯，鉴于墨色对保护联邦的重要性，帕梅拉暂时不会动他，但并不代表永远不会。眼下尤金不知所踪，除了返回亚历山大社区的亚伦4人，其他联盟成员全都要接受询问。墨色和昔日部下罗西塔的对话总结下来主要有2点，一是让尤金尽快自首，二是主角团成员不要轻举妄动，否则最后谁都别想离开。尽管墨色强调了事态的严重性，但罗西塔并没有透露尤金的行踪。事后他来到教堂与达里尔会合，尤金就藏在这里。两人商量着，等警卫换班时，他们可以从东门溜出去，护送尤金返回亚历山大。针对这次单独行动，尤金感到很抱歉，但是他不能扔下麦克斯一走了之。见状，罗西塔告诉尤金，他会去找麦克斯，尽量连他一起送出去。亚伦这边，他们在途中遇到了一波狮群，只能改道绕进小树林里。出乎意料的是，狮群中竟有一只丧尸转头看向了他们，莫非是低语者？树林的路可不好走，没过多久，装载行李的马车陷进了土坑中，几人合力好不容易才把马车推上来，过程中杰瑞还不小心撞伤了膝盖。就在这时，前方不远处出现一道围墙，走过去一看，这里竟是一座废弃的庄园。天色不早，大家决定留在这里休整一夜。庄园空间很大，四周有围墙，附近有水源，还有很多适合农耕的土地，难怪杰瑞开玩笑说这里是升级版的神之国。造木取火时，伊利亚凑过来想要亲吻莉迪亚，但莉迪亚却找借口跑开了，原来他还没有真正的放下亨利。一旁的亚伦看到这一幕，立马以过来人的口气劝解莉迪亚，毕竟失去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唯一能掌控的是什么时候说我愿意，言下之意珍惜眼前人。就在两人刚刚结束交谈时，一只丧尸的手突然爬上围墙，该不会是低语者引领丧尸一路跟踪到这里了吧？看来这里远没有表面看起来那样安全。联邦这边，帕梅拉一直守在塞巴斯蒂安的尸体旁，哭诉着儿子的怒其不争，以及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楚。说话间，塞巴斯蒂安渐渐尸变，帕梅拉1秒变脸离开停尸房，剩下的则交由警卫处理。公主气冲冲地找墨色理论，原来不想被人看出来区别对待，墨色逮着她也是审问了好半天。当然，公主并不是来问责的，而是希望墨色能放过尤金一马。公主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说她之所以留在联邦，是因为这里给人活下去的希望。如果一个好人要被白白处死，联邦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这些道理墨色自然明白，可是为了保护麦克斯，当下他别无选择。晚上，罗西塔终于发现麦克斯行踪，可惜还是晚了一步。麦克斯被警卫带走接受询问，墨色已经为他准备好一套脱罪的说辞，意思是这些年麦克斯深受抑郁症困扰，最近突然停药，导致旧病复发，在困惑和偏执中篡改了录音来诽谤米尔顿一族。
麦克斯并不后悔自己的选择，他无法再忍受自己是腐败体制的一部分，说出真相是为了拯救联邦，更何况是尤金从塞巴斯蒂安手上救了自己，即使背上叛国的罪名，他也绝不会在认罪书上签字。和麦克斯一样，想改变联邦现状的还有以西结，但公主告诉他，联邦的内核早已腐坏，不值得继续坚守下去。但不管他怎么说，都没有改变以西结的决定。如今帕梅拉政权不稳，他更应该留下来帮助寻求变革的人。随后墨瑟和公主的再一次见面，氛围有些尴尬。为了挽留公主，墨瑟承诺一定会尽力保全尤金，但公主已经对联邦失望透顶。这里看起来比外面的末世要完美，但她的感觉却很糟糕。从公主的自述中，我们终于知道她悲惨的过去。9岁父亲去世，半年后母亲再婚，继父带来一个比她还大的儿子，父子俩视公主为眼中钉，经常对她拳脚相向。为了留住这个男人，母亲选择忍气吞声。后来公主学会了抗争，然而越反抗，这对父子就越变本加厉，甚至绑住她关进衣橱，要是忍不住尿了裤子，又是一顿暴打。继父总是边打边说，你有瓦遮头就不错了，有人养你就不错了，你应该知足。这些话公主深恶痛疾，现在联邦里的生活总让她想起继父，她做不到母亲的视若无睹，所以必须要走。得知公主不幸的童年，墨瑟只能放手，泪眼婆娑地目送心上人离开。另一边，帕梅拉来到监狱，她已经查出是兰斯的人杀死工人，制造了丧尸危机。面对指责，兰斯却将矛头指向联盟，是他们制造了骚乱，甚至扬言如果没有一个能制服他们的人站出来，整个联邦都会被夺走。从前，兰斯总是玩扔硬币的把戏，用来决定他人命运。如今硬币落到帕梅拉手上，如果赌对了就能活下去。兰斯以为自己被幸运之神眷顾，立刻向帕梅拉表忠心，谁知转头尸变的塞巴斯蒂安竟被警卫带到面前，罗德被暴徒的尸体也一并抬了进来。兰斯要想活下去，只能用罗德喂养塞巴斯蒂安，好一个杀人诛心。再回到庄园，亚伦和莉迪亚正在守夜，静谧的夜色突然被一阵铁门晃动声惊扰，门已经上了锁。起初亚伦以为是风吹的缘故，但声音越来越不对劲，两人立刻警觉，循声过去查看，只见狮群已经闯了进来，亚伦和莉迪亚随即投入战斗，丧尸数量实在太多，两人只能一边跑向房屋，一边唤醒入睡的杰瑞和伊利亚。四人和狮群交战片刻后躲进了屋内。亚伦想不通，所有进来的通道分明已经关上，这些丧尸到底是怎么进来的？就在他们一头雾水时，门锁突然转动。没错，丧尸竟然学会了开门，但亚伦他们还不知道，单纯的以为是低语者作祟。危急关头，四个人爬到顶楼，一眼望下去，房屋前面几乎沦陷，规模大概在60左右。庆幸的是，房屋的另一边还算安全，跳下去或许能够脱困，但杰瑞腿上有伤，不能冒险。于是亚伦提议大家分头行动，擒贼先擒王，抓住混入狮群的低语者。很快，刚才开门的丧尸也爬到了屋顶，他甚至捡起地上一块石头当武器。听到杰瑞的呼救，亚伦和丧尸缠斗在一起。丧尸倒下后，亚伦撕开了他的脸皮，眼前一幕直接看呆。原来根本没有低语者，只是一只会爬墙、会开门，甚至会使用武器的新型丧尸。作为整个刑事系列出现的第一只高智商丧尸，我也是没想到的。奋战一夜，四人有惊无险团灭了狮群。尽管如此，亚伦心中仍然隐隐不安。以前他听说过，有的丧尸会回到记忆中的地方，有的甚至会爬墙开门。要不是现在亲眼见到，他都以为只是传言，说不定外面还有智商更高的丧尸。危机过后，莉迪亚终于明白亚伦之前说的话，放下心结，坦荡地和伊利亚走到一起。之后，四人再次踏上旅程。教堂里，尤金没能等到麦克斯，反而从罗西塔口中得知他被抓的消息。眼看就要到警卫换班的时间，但尤金怎么都不愿意走。他将项链摘下，交到罗西塔手上，说是送给可可的礼物，好似在做最后的告别。拗不过尤金，罗西塔只好尊重他的选择。
故事最后，尤金只身来到墨色办公室，扛下一切罪责，而罗西塔在收拾行李时，却被2个闯入家中的男人袭击，最后被对方绑走。显然，在联盟成员想方设法逃走的同时，帕梅拉也已经开始行动。从预告来看，除了罗西塔，还有成员被抓，藏在某个秘密地点。联盟与帕梅拉之间的斗争彻底拉开序幕。本集的标题 Variant 意为变异，表面上说的是故事剧情里出现了高智商的变异形式，其实也是给观众暗示主角团心境的蜕变，其中蜕变最明显的就是尤金和帕梅拉。只可惜的是，帕梅拉这边是反向蜕变，已经逐渐走向了堕落。至此，故事走向越来越精彩了。作为初代成员，尤金能不能躲过这次危机？联盟成员又将如何扭转局势？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好了，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最后不要忘记3连支持一下哦，嘿嘿。